一路上布满尘埃，风雨过后谁还在？我们都在寂寞里取暖，对现实习惯无奈，却对感情为难。剩多少人能挣脱牵绊？我们都太孤单，不够勇敢，爱的茫然，爱的遗憾，幸福走散，还庆幸自己很强悍。我们都怕承担，不够勇敢，能不能肆无忌惮？爱不过一次地狱天堂。谢谢。Adam， 好久不见啊！若琳，真的好久不见了。高中毕业后就没有再见过了吧？没想到啊，当初有点文静的小学妹，竟然成了当红的主播。方便接受访问吗？可以啊，我可以讲很多的。准备一下。OK， 好了。可以说说洪伟雄攻击你的过程吗？那个人真的是忘恩负义，我不介意他坐过牢，请他工作，结果他伤了我。你别哭了，如果给你爸爸看到，他会很伤心的。姑姑，帮我去跟警察叔叔说，我爸爸是好人，他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爸爸真的是好人。小姐，不好意思，这位小妹妹必须跟我们回警察局一趟。我们认识的，我可以陪她吗？Ricky， 你可以先上车吧。Benny 可以帮我拍些空镜吗？你要拍些什么呢？像顾客在吃饭啊，柜台拍些那里的空镜，还有那里的空镜。OK。嗨，还记得我吗？负心汉。我那天都和你说了，我不是负心汉 ，OK？ 没有负心汉会承认自己是负心汉，就好像没有笨蛋会承认自己是笨蛋。这次的事件再次证明了前罪犯再度融入社会，似乎面对了一定的问题。究竟是大部分的民众真的对他们带有偏见吗？还是他们对于民众的态度过于敏感？又或者这是他们一错再错的借口？看来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谈。我觉得大家都有错嘛。如果当时大家都能心平气和的好好谈，可能就不会变成这个局面了。那个 Adam 看起来也是不简单，还是搞到自己受伤啊。对了，言之，当时你也在现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见过洪伟雄几次，他女儿是晴子的同学嘛。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啦。不过我感觉得出，他是真的要改过自新，好好的养大他女儿，所以他绝对不会犯错的。当时的情况很混乱，我相信那是一场意外。你好像有点不一样哦。你呢？平时你不会说这么多话的嘞。有问题哦。什么问题？太好了，亲爱的，你终于想通了，又改变了。没有。唉，我真的很想回到你刚入行时候的样子。那时候的你充满梦想，充满热血。我觉得你和洛琳，你们是旗鼓相当。只要你们愿意并驾齐驱，那对我，不是对我们大家都很有好处的。可惜呀。哎，不过亲爱的，干嘛？讲就讲，干嘛动手动脚的？怎么？你嫉妒啊？嫉妒！我只会路见咸猪手，拔刀砍掉他。哎，这样说我这个就安全喽。看好，这个是珍珠手，只有珍珠一样的人，我这手才会过去。你 sorry 没兴趣。哎，女人不要太凶，没有男人喜欢的哦。走开。亲爱的，我有信心重新燃起你胸中那团熊熊的烈火。我亲爱的，请不要让我等太久，好吗？
喂，亲爱的，亲爱的，这一个死欧阳秋，这么多亲爱的，叫他欧阳多情一点都没错。话说回来哦，他对妍智的态度呢，一直来都没有什么改变哦。看来哦，他真的喜欢你了。他是在开玩笑吧？姑姑，我以我的名誉保证，可心是绝对不会偷东西的。我也以我的名誉保证，洪叔叔也不会偷东西的。你有什么名誉啊？你了解他和他爸吗？我和可心是好朋友，他什么都跟我说。洪叔叔很疼可心的，你要他受什么委屈，他都 OK。但是他不会让可心受到一点委屈。洪叔叔也答应过可心，不再让他被同学取笑有一个坐过牢的爸爸。我也觉得他不会偷钱，不过他的确伤了人了。但是如果可以证明钱不是他偷的，他是因为被诬赖而生气才不小心伤害了老板，那他伤人也是情有可原的，说不定他就不用坐牢喽。很像法官哦你。哎呀，戏都是这样做的啦，法律不外乎人情。姑姑，你就帮帮可心和洪叔叔吧。是吧？姑姑，你该不会见死不救吧？你虽然不至于那么热血，但你也不会那么冷血吧，姑姑？好，我尽力就是了。不过我不能保证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啊。谢谢姑姑。丽达姐姐，我要和我爸爸在一起，你不要分开我们了。你告诉法官，我要和我爸爸在一起。姐姐答应你会尽力帮忙，让你可以和爸爸在一起。谢谢你，谢谢。洪先生，这段期间内你要好好的注意你的行为，不要再犯错了。可心，没事的，我们会帮你的。洪先生，事情进展得如何？警方还在调查偷钱的那件事，可是 Adam 坚持要告我伤人，所以很有可能我还是要坐牢。可心啊，能不能把那一天找到公事包的过程告诉姑姑啊？那一天我在咖啡外等爸爸。发生什么事了？不要再相信正义了。周伦，我永远都不会回来了。你要去哪里？周伦，周伦。嗯？你怎么了？没事吧？没事，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啊？我是想问你，你想到办法帮助可心他们了吗？我知道不是那么容易的，不过你也不要想太久哦。知道了，去睡吧。嗯，哎，姑姑，你看到那个字了没有啊？还没。那你现在看。啊。Dream。原来，其实你真正想要的东西是 dream。姑姑，那你的 dream 又是什么呢？问也不问，就越陷越深。如果不是那个吻。谢谢。谢谢，请。你的节目播出过后啊，我的咖啡生意真的好很多，因为你的节目够红，我也沾了点光。我只是纯粹报道新闻，没有想过帮你宣传的。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感谢你的。这一round我请。才一个 round 呢。
你要几绕都行。嗨，哎，来了，好巧，应该不是巧合吧？的确不是巧合，是我请 Adam 帮我安排的。你不会介意吧？我去接个电话，你们聊啊。你们做主播的会不会很辛苦啊？其实呢，智能手机真的是个伟大的发明。以前不想理人呢，还要找借口，现在连借口都不用找了。那你应该很明确的感受到，其实我对你的印象不是很好。那你为什么还要刻意安排和我见面呢？我要纠正你对我错误的看法。被别人误会是件很难过的事，特别是给美女误会。我相信我亲眼见到的事。哎，这句话说的就有问题了。亲眼见到的可未必就是事实。每件事情从上、从下、从左、从右看都是不一样的。不过很多事情只需要从一方面来看，就可以推论出事情的全貌。推测就是猜测，猜测的就不是事实。哇，这个世界真的好巧！我现在就让你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那 Steve， 你不要走！你怎么不接我电话，不肯见我了？你不是很喜欢我的吗？为什么突然不喜欢我了？小姐，我跟你只见过2次面，我们甚至没有单独说过话，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你 ？Steve，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的。你没事吧？来，喂，你作为一个男人应该要有风度点，再怎么说也不应该对一个女人出手嘛。谢谢你。喂，我只是基于男人的风度才帮你的，你千万不要再喜欢上我了。当初我是真的喜欢过你，不过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不会喜欢同一个男生2次，放心吧。怎样 ？OK， 我承认是我误会了你。对不起。不用道歉。现在我们2个可以成为朋友了吧？很高兴认识你。老土。来。你越耍幽默，我越装冷漠，不动没转动，不收被转手。其实像你这样当主播会不会有压力啊？你说呢？我不懂啊，所以我想要咨询一下，会不会很好玩？看你们每天都……等一下，老板，求求你不要告我，求求你，你们走吧。老板，求你不要告我，我女儿还小，她真的很需要我。我老婆已经不在要是我真的坐牢的话，我女儿会很可怜的。安可，你不要告我爸爸，他真的不是故意要害你受伤的。安可，求求你。求我也没有用的，除非你把交给外劳那笔钱还给我。我真的没有偷钱。叔叔，求求你！不要再求我了。爸爸怎么办？叔叔他不肯算了。来，起来，来，谢谢。你是老板的朋友对吗？请你帮我跟你的朋友说，求他不要告我好不好？据我对 Adam 的了解，你怎么求他都没有用，你还是想想看有没有其他办法。快带女儿回去。你真的要播出刚才你拍的那段片段？有独家新闻，当然不可以放过。你有意见吗？可是你不觉得这样会伤害他们父女俩？这几天媒体的连续报道已经对他们造成伤害了。再说观众有知情权，那还真矛盾。观众有知道事情的权利，却伤害了当事人。难道这当中没有平衡点吗？贤兄洪伟雄或许真的值得同情，不过他的确伤了人，做错了事。人本来就应该为他们的错误付出代价。Adam 因为同情贤兄洪伟雄而聘请了他，结果反而被伤。我想对于 Adam 来说，不仅是身体受了伤，心理上也同样受了伤。或许以后不会再那么容易相信人了。人的确应该有同情心，不过却不能滥用同情心。最重要的是，
一再犯错的人不值得被原谅。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下集。哎，怎么样？你有什么意见？我的老师说过，身为媒体人，不应该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评断别人的价值观。可是他现在不是这么做吗？可是身为媒体人，就应该有主观的意见。不过他好像太偏向了一边，只站在 Adam 的立场上，没有考虑洪伟雄的立场。我同意言志的说法，我也觉得洛琳有偏见。没错，大部分的民众都会选择跟随他人的看法。像洛琳这么具有影响力的人，肯定会影响更多人的看法啊。现在一定有很多人单方面的认为错都在洪伟雄的身上。既然这样啊，我们就想想办法，帮洪伟雄。你们知道，真电视的原则就是永远把事实摆在第一位的。亲爱的，如果你觉得洛琳是错的，那你就拿出行动来，用行动证明他是错的。说过了，我只会肉剑咸猪手，拔刀砍掉他。幼稚！走开！亲爱的，只要你拿出真正的实力来，我相信你和洛琳一定可以平分秋色，平分天下。到时候观众有福，大家有福，我也有福。当然了，如果你接受我的话，我就福上加福。我知道你在开玩笑，我不会当真的。哎，我不是开玩笑，无论工作上还是感情上。非常多情啊！你这样子算不算性骚扰？钟瑞瑶小姐，问你个问题：什么时候上司鼓励下属和一个男人当众表白变成性骚扰？啊？你们的反应太激烈了。我觉得我们欧阳主编的建议不错。其实我看了言志说话的架势，我觉得他有当主播的潜力，可以让他发挥一下。我们满意目前的工作，我没有打算改变。我还有工作要做啊。哎，当年刘备3顾茅庐，终于请到诸葛亮。我这个何止30次啊，300次都有了。你哎，因为你不是刘备，你是下流。哎，走开！原来你是洛琳的同事。其实洪伟雄刺伤你的那一天，我有在现场。那你应该看得一清二楚啊，还来找我干什么？我就是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我认为那是一场意外。你要不要考虑撤销对他的控告？那是不可能的，我一定要他坐牢。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这么坚持，他坐牢对你有什么好处？我就是要他坐牢，像他这种人留在社会上，只会带给大家更多的麻烦。我觉得你的想法有问题。我觉得你才有问题，何必为他这么辛苦呢？他不会感激你的。喂，洪伟雄刺伤 Adam 的那一天，你也在现场，你应该看得到，那只是一场意外。你是不是应该劝你朋友撤销对他的控告啊？那如果你在现场的话，你应该看到我被人撞跌倒，所以我没有看清楚事情的全貌，我只看到洪伟雄刺伤 Adam。那是因为他不能忍受 Adam 羞辱他女儿，他很疼女儿的。要是他真的要坐牢，他女儿怎么办呢？难道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小姐，我不是没有同情心，可是这件事情和同情心不能牵扯到关系。我确实看到他伤了人，我不能因为他伤人背后的原因多令人同情，就抹杀他伤人的事实吧。其实这件事还是有其他解决方法的，只要 Adam 愿意庭外和解，不起诉洪伟雄，那洪伟雄就不用坐牢。Adam 也会有一个合理的赔偿，那不是双赢吗？那你觉得以洪伟雄的经济条件，能给 Adam 一个合理的赔偿吗？这就是 Adam 为什么告他的原因了，自己得不到好处，也不想别人得好处。为什么你会交这种朋友的？喂，我交的朋友是个人，你以为是圣人？你是圣人吗？实属于我。不是这样的。他怎么知道你属老鼠啊？因为你像蛇喽。哟，反应快了哦。我要杯咖啡。那你还认得那个外劳的样子吗？不认得，
我只记得他右手上有一个像面具的纹身。喂，你不是这么小气吧？我不想跟帮凶说话。我不是帮凶，我叫方正业。喂，你在帮洪伟雄找证人，那个外劳？你不说话就当我猜对了啊？喂，你真的觉得那个洪伟雄没错啊？他伤人是不对的，不过那是因为他女儿被诬赖偷情，他才会一时愤怒失手伤人的。如果可以证明他没有跟外劳合作偷情，那他举动就情有可原，法官会轻判的。不管怎么样，我要找到有力的证据。Hello， 哎 ，you see a decorator？ 那个外劳可以这么轻易地进入 Adam 的办公室，找到放钱的抽屉，然后把钱拿掉，而且出来不被人发现。哇，神偷啊！我肯定是有人里应外合才这么顺利的，你觉得呢？这是你们要的。Thank you。这个私家侦探到底行不行啊？放心吧，我们很多同行都找他私下调查一件案件的，应该没问题。志祥，你认识我这么多年，你觉得我交朋友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英俊呢？所以我们才可以做这么多年的兄弟啊。那绝对是条件之一，但不是第一。哦，你是说第一啊？那肯定是诚实。如果对方不诚实的话，那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他诚实。哦 ，Adam， 我承认我是有点周转不灵，只有一点。好啦，是真的很周转不灵，所以我才急着要你入股，帮我解决目前金钱上的问题。经济周转不灵，凯费的钱又被别人偷了，人倒霉起来啊，真的可以倒霉到底啊！最惨的是自己的员工监守自盗。如果真的证明那个员工监守自盗，跟外人里应外合偷 K 费的钱，那罪名肯定不轻啊。只能怪我信错人了吧？我们朋友一场，你就当帮我吧，尽快入股。既然你对我坦白了，我会想办法帮你的。谢谢。你会不会觉得 Adam 还是不够诚实啊？他究竟还隐瞒了些什么？这个地方就是当时那个外劳调公事包的地方。哎，你看，这个闭路电视从这个角度，会不会拍到当时情况？走了。这就是当天闭路电视的画面，你们看看吧。谢谢。可心。Adam 先生，原来你是故意嫁祸给你的员工，为什么你会这么做呢？先生，原来可以发表一下吗 ？Adam 先生，凯菲失窃和伤人案有了新的进展。凯菲老板 Adam 监守自盗，联合外人偷走自己餐厅的现金，然后趁机嫁祸给自己的员工洪伟雄。
而洪伟雄因为不堪自己的女儿被诬赖为小偷，才会情绪失控，伤了 Adam。这件事件说明了，不只是犯过错的人会一错再错，其实每个人都有行差踏错的可能，所以我们都应该公平地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或许我们都不应该带着有色眼光去看待前罪犯，毕竟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我们不应该一竹打白。干嘛？谢谢你和鼓励你。鼓励我？你这次的表现实在是太棒了，值得鼓励。我为了拥有一个这么厉害的姑姑而感到骄傲。姑姑啊，我好久没有看到你那么开心的笑了，我好想念这样的姑姑。好难得你爱上了对的人，可惜他不是你的可能。好难得我们遇见了对的人，难得好几辈子的好运才有机会完成。好难得我们爱上了对的人，就算他不是到最后的人，也祝他更勇敢。椰子姐姐，这个送给你。如果不是你，我就没有书读了。真的很谢谢你。喝杯茶吧。我们的儿子一个星期只能够陪我们吃一顿饭，还要让我们等，哪有人当父母当得像我们这么可怜的？我看他就快来了。Daddy， 妈咪，哎，还没有点菜啊？我都说我最近工作比较忙了，可能不会那么准时的嘛。忙什么？忙着游手好闲啊。那我就知道 Daddy 你会这样说我。你看了这个，你就知道你儿子啊其实是个赚钱天才。你真的是用了2个月时间赚了这么多钱，厉害吧？你们别看我平时啊吊儿郎当的，其实啊我很有上进心的，而且还才华横溢的。哪有人自己夸奖自己的？我喽。爹地妈咪啊，我知道你们很关心我，可是我已经长大了，不是一个小孩子了。哎，对了，我最近啊还找到一个新的人生目标呢。哎，郑叔叔，你来了。你好，你好。来，老郑你好，很久不见了。对。你约了郑叔叔？不是，是我麻烦妈咪帮我约的。我就觉得奇怪，你妈妈怎么突然会约我吃饭？原来是为了你。到底什么事啊？来，您先喝茶。好。那个 Real TV 还在您的名下吧？嗯。短时间之内不会把它卖掉吧？不会。那太好了，我准备去你的 Real TV 当记者。啊？你是认真的？喂，什么事啊？想通知你，那间公寓的买家已经找到了，你早一天来签一下文件吧。知道了。哎，还是当着你面说比较好，我想看到你吓坏的样子。喂，到底什么事啊？拜拜。大强啊！大强！哎，你别走！我来呀！住手吧！对不起嘛！你们毁了我的人生，就只是跟我说一句对不起。礼拜3 3点可以吗？好，好，那到时见啊，拜拜，谢谢，拜拜。啊，有事吗？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放大新闻业的采访团队？我观察你很久了，觉得你非常有实力，尤其是洪伟雄的事后，
我看到了你的另一面。我觉得如果你继续负责时尚生活单元，真的很浪费。说实话，把你拉进放大新闻眼，对我来说是一种威胁，因为我觉得你是我最有力的挑战者。不过我这个人一向来都很喜欢挑战的，因为我相信我自己会遇强则强。啊，你真的要我加入？嗯。可是我不会勉强你的，你想清楚后再给我答案吧。不用考虑了，马上答应他。你真觉得我行？当然可以。岂止可以，你简直不做第二人选。言之 ，change，you need a change。perfect。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吗？这。美女，我有没有这荣幸送你回家？我听说了，洪伟雄这件事你是大功臣啊。像我这种高手，当然要做一鸣惊人的事了。我后面还有更惊人的事哦。你想在乌节路裸跑啊？哎不，我是去新加坡河裸泳。你是不是想追我啊？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因为男人追女人的时候有固定几个招数，而你刚好具备3个最典型的。哪3个？对女人大方，每天去赞美，还有努力表现幽默。既然给你看穿了，那我也不否认。没错，我就是要追你。那我先通知你，我不会那么容易被你追到的。你也说不这么容易被我追上，那说明我还有希望。拭目以待。晴子，哎，你在干什么？哎，你不要过来，快点出去到客厅去等我。你行吗？很乱哎。呀，可以的啦。你小心一点啊。哦，我知道了。等一下说好啊。啊 ，OK 啦。这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加油打气早餐。谢谢你。你吃了我的加油打气早餐，一定要全力以赴，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既然我做了决定，就不会半途而废，而且我绝对要这份工作变得有意义。我会不偏心、客观，秉持报道真相的心去做每一份报道。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的。来，吃。烧焦了怎么吃啊？你吃啊！言之，嘿，第一天过组紧张吗？还好啦，加油！嗨，早安。Hello，早安，你好，我是言之的好朋友兼同事，我叫钟瑞瑶。我是唐志胜。你好，我叫方正业。我可以叫你志胜吗？没问题啊。你是做哪一行的？律师。律师好，我最喜欢律师了。小姐，你是视力不太好是吧？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你这一型的。正好，我就是不喜欢你这一型。在我眼里，唐律师比你更好。你笑。
你很好吗？每次看你都穿同一款式衣服，你是同一款式衣服买很多种颜色的啥？对呀，就像有些男人以为自己在演韩国偶像剧，每天换一套衣服。打扮好看点有错吗？难道要每天丑丑的出门呢？你的意思是我丑？正义是开玩笑的。你不丑，你很漂亮。我没说他丑，他是平凡。丑还算一种特点，平凡就惨了，完全没特点，过目即忘，比丑更可怕。那你又记得我？那只能怪我记忆能力太好了，要不然像你这种走在路上我也不会看的。哎，哦，你一定是方正业先生吧？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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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志胜。哎，你好，你好。我是放大新闻研的主编欧阳秋。看年纪可能比你们稍微虚长几岁，可以叫我秋哥，也可以叫我小秋。千万不要叫我老秋，我会翻脸的哦。好，带你们参观一下，来试试看看，请。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呢？哎呀，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怎么认识唐志胜，他是个怎么样的人，他有没有女朋友？他回答我啦！今天早上，当红的玉女明星孙佳乐向各大媒体发了新闻稿，单方面宣布了跟何氏集团的第二代，也就是何氏集团的现任总经理何友仁解除婚约。这消息在演艺界和政商界都投下了震撼弹。不过最令人愕然的是，根据孙佳乐身边的友人爆料，孙佳乐解除婚约的真正原因是何友仁有暴力倾向，对他多次拳打脚踢。不过据知，何家已经和孙佳乐私下商谈赔偿的数额。欧阳呢？不是要开会吗？哦，他说要陪2位重要的人物，叫我们不用等他。OK。那孙佳乐何友仁的新闻有什么进展？一样，没有任何进展。我真的不明白，解除婚约就解除婚约嘛，为什么孙佳乐要爆料说何友仁有暴力倾向？分手了还是可以做朋友的啊。我听说其实有人偷偷的向狗仔爆料了，如果孙佳乐不说被爆出来的话，他可能会被说得更难听。看来这世界上没有永远的秘密哦。不过那个何友仁看起来长得斯文，不像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哎呀，有暴力倾向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问题是多数的民众对这种八卦新闻有兴趣啊。对了，不久前不是有民众爆料说拍到了孙佳乐还有她的前男友张维文的亲密照片吗？就是那个曾经红过，现在成为3线演员的张维文吗？三角关系，那就更精彩了。言之，交给你了，我相信会有更多内情会爆出来。刚好都在，来，给大家介绍2位新同事。这位呢是唐志胜先生，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们放大新闻眼的法律顾问。今后各位要是有任何法律上的问题，随时请教他啊。这位是方正业先生，我们电视台大老板郑先生是方先生母亲的好朋友，所以你们可以想象，方先生从小生活在一个非常忧郁的环境啊，可以说养尊处优。可是他居然愿意加入到我们电视台做一名记者，做这么辛苦的工作，我可以感觉到，方先生对于新闻工作那是有非常大的热情，有非常大的抱负，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他实现他的理想，好不好？好，来，大家鼓掌欢迎一下。好，我们开始工作吧。啊，那不打扰大家了，我还会有律师楼办点事情。那我送你吧。不必了，我自己走行了。我看那个方正业是来泡妞，不是来做那我肯定他做不了多久。我要去工作了。看来以后我们有更多机会见面。啊，对了，后面我的工作室嘛。哦，对，来。言之啊，接下来他跟你一组。我反对。为什么？他没有经验啊。亲爱的，就是因为他没有经验，所以我才让你教他。你总不见得让我这个主编身兼多职吧？是的，我虽然看起来很年轻，可是我已经有一把年纪了。你不会让我这么辛苦吧？对不对？啊，我同意啊，不要说下去了，我同意了啊。
哎，我就知道你心疼我，你舍不得让我这么辛苦吗？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把他培养成一名出色的记者。好，交给你了。合作愉快。我看你这个不务正业，撑不过3天。看看哦。哎，对了，你和那个欧阳秋什么关系啊？上司下属啊。他是不是喜欢你？哎呀！美女，我能坐这里吗？哎，怎么？觉得我这一身穿得很帅是吧？你全身上下都是名牌，而且搭配的还挺有品味的。你确定你想当前线记者，不是时尚内容记者？你放心吧，我会做个出色的前线记者的。那你以后会看到很多不同社会的新闻，有些会让你觉得很难过，有些会让你觉得很愤怒。有些会让你觉得人性很可怕，你真的觉得你可以胜任？喂，怎么你们都对我没有信心的？我这个人呢是很固执的，不管对事业还是爱情。那好，祝你事业爱情都得意。方正业，你在哪里啊？我们迟到了。只要你一转身，你就看到我啦。你去哪里啊？我买咖啡给大家喝。去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走啊！在意大利对德国。哎呀！喂。哎，我们到了，哎呦，好好睡哦。哎，为什么来这里啊？何友仁和孙家乐解除婚约了，而且有人爆料，孙家乐解除婚约的原因是何友仁有暴力倾向。怎么可能？你怎么知道？何友仁是我的朋友，我怎么会不知道？他也是你朋友？我交友广阔，不可以吗？哎，他出来了。走啊！何先生，何先生，驾车说一句话吧。何先生。喂，你干嘛？干嘛不追？喂，我穿成这样，你叫我追，丑不丑啊？我警告你啊，如果下次你不追，我让你失业，别攀了，走。我可以。不可以。10分钟，5分钟。那我现在怎么办？谢谢你啊，小姐，请问你对何友仁的案件有什么看法？哎，请问你对何友仁的案件有什么看法？说一句嘛。请问你对何友仁的案件你有什么看法？对不起，我不想。你对何 Alice， 方先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哦，我刚好经过，看到你就和你打声招呼喽。哎，最近好像越来越漂亮了，是不是去动过了？我干嘛去动手脚？勾引友人喽，要不然友人怎么会和家乐解除婚约的？我才不会勾引他。不过他们好像之间真的有一点问题哦。哦，什么问题？ ？Hello， 你要不要讲？这里可以剪紧一点。剪辑工作这么无聊，你还没睡着啊？我对工作是很认真的。偶尔吧。不过今天真的要谢谢你了，如果你没有套了那个 Alice 的话，我们不会得到内幕消息。小问题，我的美色啊是可以吸引不少女人的，让她们对我有求必应。你真的很自大。这样吗？好，可以了，可以了，就这样。剪片真的是一个好玩的工作啊。当记者是很认真、很严肃的工作，不是好玩。哎，那认真严肃记者，你不饿的吗？不饿。你不饿？那我饿了，我去吃饭了，拜拜。哎呀，喂，请问是刘延之吗？是的，你是？我是张维文，孙家乐的前男友。我有很多关于孙家乐的事情可以告诉你。
上转多少弯才能看得见大海？我们都在换上辈子的债，忙打转，忙着计算，也算不到未来。纯粹去爱是那么难，一路上布满尘埃，风雨过后谁还在？我们都在寂寞里取暖，对现实习惯无奈，却对感情为难。剩多少人